2021年1月6日，黄晓明、Angelababy 夫妇在微博上发布的几篇声明，让一段尘封10年、至今仍是谜题的三角恋再次被网友热议。事件源于黄晓明将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2季中与前女友李菲儿同台，后者在10年前曾怒斥 Angelababy 当小三，插足自己与黄晓明的恋爱，以致两人分手。节目开播前 ，Angelababy 旧事重提，自证10年前的清白，称自己不愿再背锅。可引起网友注意的却是，她整段话中多次称呼丈夫黄晓明为黄先生，语气倍感疏离。这个细节让两人吵了多年的婚变再次发酵。他们的婚姻还好吗？这里是咸鱼记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貌合神离的黄晓明与 Angelababy。2006年8月，黄晓明主演的《鹿鼎记》开拍，他在剧中饰演韦小宝，李菲儿则出演韦小宝夫人之一的曾柔。几个月后，两人因经常被拍到收工后一起吃饭、约会，传出了绯闻。2009年，李菲儿在拍摄《锁清秋》时，前同事黄晓明还亲自去探班。当时，南方周刊收到知情人士爆料，黄晓明为李菲儿挑选了钻戒，动了结婚的念头。3年来，尽管两人并未承认，这段恋情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公开的秘密。但是在2009年8月，港媒突然爆出 Angelababy 和黄晓明在 KTV 内相识并一见钟情，然后双双消失的新闻，还制作了绘声绘色的连环画，描述两人结识经过。当时的黄晓明与 Angelababy 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都不相匹配。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，黄晓明从96明星班走出来，开始了他的星运黄金期。不仅身边有准女友李菲儿，签约华谊后，资源更是多到手软，拍摄了《神雕侠侣》《新上海滩》等多部收视率高的电视剧，还参演了《夜宴》《风声》等大制作的电影，成功跻身为内地第一小生。在他与 Baby 相识2个月后，华谊在深圳上市，手握180万华谊股的黄晓明，一夜之间身家过亿，成为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名列前茅的常驻选手。彼时 Angelababy 正和还没出名的陈伟霆恋爱，事业上嫩模出身的她能力比不上专业模特，口碑也实在一般，靠着出写真扮性感吸引直男观众，努力打拼的同时，还要背负着伤风败俗的批判。对她来说，最值得骄傲的便是曾给周杰伦当过伴舞。关于两人的绯闻不胫而走，4个月后，黄晓明的回应才姗姗来迟。他承认两人一起在 KTV 唱歌，但并未消失，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。最后，黄晓明还不忘夸赞，说 Angelababy 是所有男人都喜欢的类型。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，也让媒体相信两人之间必定有些猫腻。果然，2010年2月，正值 Angelababy 21岁生日，有媒体爆料，当天黄晓明就从横店飞去了香港为她庆生，还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以及一个大大的海绵蛋糕。之后 Baby 便发动态称，早上被海绵蛋糕叫醒，怀念那份激情，怀念那份心跳加速的感觉，还有生日会上那首歌。由于在粤语中海绵蛋糕和小明大哥发音太过相似， Angelababy 的这番感慨引发大众无限遐想。就在所有人都在猜测两人的关系时，被忽视的李菲儿突然发布一条博客，蛋糕发霉了，牛奶变质了，似乎在暗讽 Baby。但是她的声音很快淹没在黄晓明和 Angelababy 被拍到的各种亲昵互动中，媒体甚至开始以黄晓明女友的身份报道关于 Baby 的新闻。更有消息称，黄晓明正在把 Angelababy 介绍给内地导演，帮助她在内地发展。就在两人恋情越来越明朗的时候，不甘心的李菲儿用一则采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2011年3月，接受港媒采访时，李菲儿突然爆料 Angelababy 横刀夺爱。她坦言自己和黄晓明已相爱3年，一直彼此信任。即便是2009年底，黄晓明和 Baby 绯闻满天飞的时候，自己也没怀疑。但是偶然间，她看到了 Angelababy 发给黄晓明的短信：“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答复？我要的是男朋友，不是 sex partner。”
李菲儿认为自己已经无法挽回黄晓明的心，便选择了离开。采访内容一出，香港和内地的娱乐界都炸开了锅。尽管 Angelababy 很快出来回应，称我生活过得幸福开心，从来没有什么小三小四，但 Baby 自此还是被贴上了小三标签。除了李菲儿，2009年12月与 Baby 分手的陈伟霆也被媒体拿来深挖。记者询问黄晓明是不是插足了陈伟霆和 Angelababy， 结果黄晓明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因为这个回答，陈伟霆一度遭遇港圈群嘲，被当作笑梗反复提及，事业也陷入低谷。2011年 ，Angelababy 与黄晓明已经确定恋爱关系，但恋情初期，黄晓明似乎没有为 Baby 证明的意思，反而频频向大学时的女神赵薇示好，在多个场合都曾提起自己暗恋赵薇时的点滴，甚至表示我曾愿意为赵薇去死。对此，刚转正的 Angelababy 不仅毫不在意，还在黄晓明过33岁生日时，请来了自己的一众模特好友，穿上水手服为黄晓明庆生。就连黄晓明多次被狗仔拍到夜店狂欢， Baby 只是在黄晓明的微博上转发评论我是夜店。甚至有一次，狗仔拍到黄晓明在停车场痛骂 Angelababy，Baby 始终低头不语，任凭男友发泄不满。事后还帮黄晓明说话，称他是大好人，不太会发脾气，立住了后来黄晓明的爱妻人设。不过 Angelababy 很清醒，现在的委曲求全换来的是将来的功成名就。全城热恋、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等华裔系电影，是黄晓明作为华裔一哥为 Angelababy 争取到的机会，也让他成功签约华裔，从模特转型为演员。2014年，《奔跑吧兄弟》这档节目让 Angelababy 女汉子的标签深入人心，收获粉丝无数，彻底打开内地市场。第二年10月，黄晓明耗费2亿巨资，邀请圈中100位明星好友助阵，送给 Baby 一场世纪婚礼。靠着先前的一点点委屈， Angelababy 不仅成为了黄太太，也一步步成为了内地当红小花。至此，她已连续4年登上了福布斯榜。2017年1月，事业正值鼎盛的 Angelababy 在香港诞下一子，乳名为小海绵，似乎在与当年的海绵蛋糕遥相呼应。儿子出生后， Baby 没有耽搁多长时间，便迅速复出，专心事业。第2年便排到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8名。然而，此时的黄晓明已经被妻子远远甩开，进入了事业低谷。其实早在2010年出演《泡沫之夏》开始，黄晓明就因接连出演烂片，口碑有损，加之华裔投资重点也不在电影电视，所以连续几年事业都不太如意。2018年范冰冰逃税门事件之后，又牵扯到了其他10几个明星，其中黄晓明赫然在列。面对巨额罚款，黄晓明一度十分落魄，他与 Angelababy 离婚的传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相比一路提携他的黄晓明，这时的 Baby 显得有些冷血，不仅没有帮助黄晓明，反而用种种迹象表明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薄，合体同框次数也寥寥无几。2019年6月，邮轮活动上，两人难得同框，后场时却是一前一后站着。黄晓明为 Baby 提裙， Baby 却加快脚步，毫无反应。黄晓明想要牵手，也被他巧妙避开。在社交平台上， Baby 也鲜少回应黄晓明的互动，生日祝福更是越来越敷衍。到了2020年，干脆连生日祝福也不发了。年底 Baby 参加跑男录制期间，比拼谁发消息给家人或伴侣收到回复最快的环节。杨颖以父母在度假看不到消息为由，将消息发给了家中的保姆，完全忽略黄晓明这个丈夫的存在。两个人离婚的消息传得更加厉害，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官宣离婚消息还没发布，10年前的旧事却又被翻了出来。浪姐2还没播出，李菲儿和黄晓明同框的路透图就上了热搜，还传出李菲儿在台上亲切喊黄晓明为小明哥的视频，引发热议。随后，如今与黄晓明接近零互动的 Angelababy 突然回应，信息量更是大到惊人。
一段澄清小作文，有网友总结道：以前有婚姻这层关系，我不方便说，现在没关系了，谁的锅谁自己来背，以后请不要扯上我，忍了这么多年，我够了。还有一口一个的黄先生，让网友直呼感觉好陌生。紧接着，黄晓明突破他号称一指禅的超慢打字速度，16分钟怒打465个字，全力护妻。一句有什么话都冲我来，被网友称为男人至死是霸总。只是再霸道的护妻表现，也终究掩盖不住两人感情淡漠的事实。一直以来，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的夫妻关系都很微妙。黄晓明风光的时候，Baby 各种配合，绝不打破他的霸总光环。但到了 Baby 人气飙升，商业价值远超丈夫，成为片酬1000万的广告女王后，她却根本想不起黄晓明，反而开始营造自己独立女性的人设。2020年，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播出，让黄晓明口碑和人气双双回暖。Angelababy 似乎也不太在意，只是在涉及到自己名声的时候才会出现，好似她与黄晓明已经形同陌路。娱乐圈的确有为了利益存在的感情，有为了成名存在的婚姻。或许10年前王子遇上灰姑娘的故事足够动人，但也逃不开地位悬殊导致的利益纠缠。如果利益没了，情也就跟着散了。这么一想，倒也见怪不怪。这里是咸鱼记，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